欢迎收看《消失中的奇景》，聚焦澳洲，我是舒梦兰。大家对澳洲的印象应该就是无尾熊、袋鼠，以及国民所得高达$54,000，排名世界第6的文明国度。但其实位在南半球的澳洲，丰富资源不止如此，它是全世界拥有最多世界自然遗产的国家，共有16个，而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大堡礁。大堡礁位在澳洲昆士兰省的东北外海，长达2600公里，面积高达34.4400平方公里，等于是10个台湾大。它是地球上最大的活珊瑚体，在月球上都清晰可见。不光是壮观美丽，大堡礁更如同海洋中的森林，孕育无数的海洋生物。这一次，我们不但飞上高空看大堡礁的壮阔，更潜入海底，近距离接触地球上最奇特的海洋生态。节目一开始就要带您看大堡礁。金色太阳若隐若现，4月底的南半球已经接近尾声。黄金海岸层层波浪，呼唤着向往自然的灵魂。我们即将踏上探索的旅程，探索世界7大奇景之一，也是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的大堡礁。小飞机沿着澳洲东部海岸线飞行，欣赏着这一块古老的、自然与人文彼此交错的南方大陆。我们乘坐小飞机从黄金海岸出发，一路向北走，前往大堡礁，而沿途所经过的很多岛屿都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更有大群的海洋生物在这里出没。湛蓝深邃的大海，北风掀起了波浪，白色浪花交叠处，隐约能看见悠游的海洋生物。这也意味着我们正接近着那地球上最大、孕育着无数深海灵魂的大堡礁。位在南半球澳洲东北部昆士兰省的外海，北从托雷斯海峡，南到南回归线以南，绵延长达2600公里。大堡礁由2900个大大小小的珊瑚礁岛组成，分布在34.4400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10倍大的海域里，是地球上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就算从月球上瞭望，都清晰可见。从高空看大堡礁，犹如一串闪耀光芒的珍珠项链，装饰着蓝色的地球。为了要亲眼目睹这世界奇景，我们从高空回到海上，搭上快船向大堡礁前进。大堡礁之旅的第一站是距离凯恩斯40公里外海，航行需2小时的摩尔礁。穿上保暖衣，佩戴4.5公斤重的铅块，套好蛙鞋，然后是最重要的气瓶。Start with 200 bars, and you have to be back with 50 bars. So this normally it should last an hour diving if it's not really deep. 为了体验澳洲大堡礁之美，所以我们现在穿上整个潜水装备，还有带着水中的摄影机，要准备去深潜。一到水底，成群多样的鱼群将我们包围。连日几天大雨，海水稍显浑浊，但阳光出现后，大堡礁珊瑚群也逐渐绽放姿态。白色、黄色、绿色、褐色、粉红、紫色，还有靛青与黑色。绚丽多彩的珊瑚礁犹如天然宝石，造型更是千姿百态。球体、树状、扇形，有的呈皱褶，有的如花朵，有的纤细像鹿角。
有的浑圆似蘑菇，有的如同开屏孔雀，有的像极了一株巨大灵芝。色彩斑斓、形状多变的珊瑚礁，配上居间嬉戏觅食的鱼群，勾勒出奇特壮观的海底世界。大堡礁是由400多种珊瑚礁组成，是地球上最大的活珊瑚体。但最不可思议的是，营造如此庞大工程的建筑师，却是直径只有几毫米的腔肠动物——珊瑚虫。珊瑚虫最早出现在4亿7千万年前的古生代，体态玲珑，色彩缤纷，只能活在全年水温22到28度C 的纯净海水里。6400万年前，地球新生代开始时，原先与南极相连的澳洲大陆，以每年7公分的速度向北移动。因为地壳板块运动，澳洲曾经历一段陆地抬升时期，形成珊瑚海盆地。直到2500万年前，逐渐移到热带水域，珊瑚才开始生长。珊瑚虫以浮游生物为食，需要大量的氧气、钙离子和营养物，形成碳酸钙骨骼，也就是石灰质的珊瑚礁。但这个过程需要共生伙伴虫黄藻的帮忙。虫黄藻是单细胞植物，它会进行光合作用，把珊瑚虫吐出的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为碳水化合物以及氧气，提供宿主珊瑚虫90%以上的营养需求。而珊瑚虫则提供虫黄藻、二氧化碳、含氮营养盐和其他排泄物养分以及住所作为回报。珊瑚虫因为二氧化碳移除，加上虫黄藻提供能量，能够迅速沉积碳酸钙骨骼，形成珊瑚礁。珊瑚虫给了虫黄藻一个家，而虫黄藻则让珊瑚变得绚丽多彩。Coral itself is actually white. The reason that the coral gets its color is from zooxanthellae. Zooxanthellae is a plant cell that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ral's tissues. So this plant cell provides 98% of the coral's food, and it also acts like a sunscreen. So it just protects the coral from the harmful tropical sun. Without the zooxanthellae, coral is just white. It's all in the zooxanthellae, the color. 第一代的珊瑚虫死后留下遗骸，新一代继续发育繁衍，向两旁和高处不断堆积。就是这数十亿个动物界、植物界的超级微小生物互惠共生共存，造就了今天的大堡礁。但即使合作无间，每年最多也只能生长1到3毫米。目前大堡礁最深的礁岩厚度深达数百公尺。追逐阳光与营养的珊瑚，见证了澳洲大陆地质史上的呈现过程，也创造了这鬼斧神工、独一无二的自然奇迹。但拥有千万年历史的大堡礁，却直到18世纪，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驾驶奋进号，在澳洲东岸外海被大片珊瑚礁搁浅，惊险遭遇时才被发现。我们登上直升机，俯瞰这一片浩瀚的珊瑚海。汹涌澎湃的大海中，就像一串散发着蔚蓝与碧绿光芒交错的宝石项链。退潮后的珊瑚礁，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更如翡翠熠熠生辉。偶尔露出水面的珊瑚礁，五彩缤纷，若隐若现，更犹如艳丽的花朵，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绽放。层层波浪中，同时散发出无比的生命力。因为大堡礁是活生生的有机珊瑚，体积不但每年扩大当中，更孕育了无数的海洋生物。400种海绵生物，1500种鱼群，4000种软体动物，还有一些濒危物种，都在这一片温暖纯净的珊瑚海栖息。
奇异的蓝色海星，硕大多彩的海参，5公尺深的海底还看见比人还大的巨型蚌壳。潜水到一半，同行伙伴突然紧张起来，望着他手指的方向，原来一只1.5米长的鲨鱼正巧经过。大堡礁的海底世界充满无数惊叹号，我们探索的脚步显然不能就此停止。重新登上小飞机，不久之后，在蔚蓝无比的大海上，出现一颗碧绿宝石，这是我们大堡礁之旅的最后一站。我们降落了这个 Lady Elliot Island， 是大堡礁最南端的界限，也是第一个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大堡礁岛屿。清澈海水，纯净白沙，碧海蓝天，宁静的只有海浪与鸟叫声，犹如人间天堂。Lady Elliot Island 这个位在大堡礁南端，半小时就能走完一圈的小岛，却有着神奇的秘密与魔力。So Lady Elliot Island was formed about 3,000 to 4,000 years ago when the sea level slowly rose after the last ice age. As the sea level rose, the corals like to stay in the nice warm water near the sunshine. So as the sea level rose, the corals rose. The sea level stabilised about 3,500 years ago, and this coral formation stayed here. Then along came the waves, broke the coral, picked up the dead coral, threw it on the top, made a sandbar. And that sandbar formed, then the birds come along. The birds land on it, and they poop on the island. And their poop with the seeds makes vegetation. So then it starts to evolve. It's a natural island caused organically by nature. And that tiny little animal, there's billions of them on the barrier reef, and that's what's created this whole thing. This is all coral here. Everywhere here is dead coral. No rock anywhere. 活珊瑚和死珊瑚堆积成了小岛。每年夏天，还有88种数十万只的鸟飞到小岛，在海上觅食，在路上排泄播种。因为珊瑚持续生长，小岛的面积和形状也随时在改变。自然的力量，天然的循环，数千年的造化，就成了眼前这座大堡礁海域中最青葱美丽的稀奇岛屿。因为遗世独立 ，Lady Elliot 岛屿保留了原始的纯净天然，是大型鱼类和海龟的栖息地，更被称为地球上潜水者的天堂。碧海蓝天，清澈见底的海水下是一大片的珊瑚礁。4月底正是海龟和 Manta Ray 出没的季节，果然没多久，一个巨大黑色身影在海面下出现。犹如一张黑色大旗在蔚蓝海面乘风破浪。Manta Ray 中文名是福分，俗称魔鬼鱼。三角形的胸鳍像个巨型翅膀，不时韵律摆动。位在身体前方漏斗式随时张大的独特鱼嘴，也是它的招牌。Manta Ray 每天一张口可以吃掉20-30公斤的浮游生物。黑色与灰蓝色扁平的身躯下有个洁白的肚子。虽然有类似魟鱼的长尾巴，但早已经失去了毒刺。Manta Ray 无害又温和。优雅泳姿如同海中的大鸟，只是一展翅，平均6-7公尺的胸鳍，高达1500公斤重的庞大身躯，
在深海里，不管是成群结队还是独行，依旧让蒙塔瑞有了“魔鬼影子”的称号。遇上蒙塔瑞，我们一行人无比兴奋，跟着他遨游水中。大堡礁是蒙塔瑞主要栖息地，这只游走，下一只又游来，约有数十只与我们一同悠游大海。想近距离接触它们，却巧合地遇上4只蒙塔瑞交汇的画面。看它们优雅自在摆动鱼鳍的姿态，偶尔张开大嘴，奇特又可爱，与温柔的魔鬼鱼共舞大海，这是我们毕生难忘的经验。蒙塔瑞的胸鳍和鱼鳃因为具有药用价值，每年都有数千只遭到人类捕杀。深海种的蒙塔瑞现在已经剩不到1000只，2011年正式被列为濒危的保育动物。